房贷一族拼买房，婚前买房别急着共同持有，小心房贷成数少2成，退场超麻烦。先说结论共同持有，我是不建议你发动共同持有，即使你被情勒因为共同持有不好啦，贷款啊什么的都不划算，后续的处理的事情也是一堆问题。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台北人越来越少了，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聊婚前买房该发动共同持有吗？那今天我来跟你看一个 Dcard 上的发文标题我念一下，请益婚前买房让女生没安全感那内容是这样，就是一位网友跟女友交往2年，有规划要结婚，也想说以后要一起住，所以一起看房。接下来就是各种意见不同。那网友最无法接受的是，他女朋友一开始跟他说希望房子挂2个人的名字，那他就问他说，那你要一起缴房贷那网友的女友就说，没有，他赚的比较少你是男生你赚的比较多我只能帮忙缴2成那网友就想说，傻小，我是缺你这2成吗？后来女友又变卦说，不然我们先结婚，你婚后再买好了这样就是直接挂我的名字，不然他没有安全感你看又来了，没有安全感，所以网友就很不爽就说你之前还说至少要出2成，现在是2成都不要出，而且要直接挂他的名字，等于是花我的钱，然后房子是你的名字之后吵架分手还是什么有没有，那你就拿走房子了。现在开始情勒说什么那个房子上没有他的名字就是没有把他考虑进我们的未来里不然就是什么参与人生之类有没的。最后网友的想法是说，他想要跟女友谈婚前协议，就是权利跟义务都整理好，这是正式的法律文件那就问网友说，这种白纸黑字要签合约的东西要怎么跟女朋友开口比较好，比较情绪化一点所以你要知道共同持有是吃亏的啦。那网友的这个问题本身是没有答案的，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吃点亏这样。我们来讨论说，如果你真的在申请房贷的时候跟银行说你们要共同持有的话，会发生什么状况首先是银行为了确保债权嘛，通常都会要求所有的共有人都要当借款人跟连带保证人，也就是2个人都要对这笔贷款负清偿责任，就是其中有一个人不还，银行就去追另一个，就这样也比较容易处分整栋房子。再来就是因为你们是2个人共同背贷款嘛，所以银行会同时背调2个人的联征收入证明、负债状况，如果其中一方信用有瑕疵，就是影响整体核贷利率，甚至会被推荐，就他不办。他不会跟你讲不办，他会委婉的请你去找别家这样，或是给你一个软钉子，就利率超级高这样意思就是我也没想办你的案子啦你去找别家吧。最后是最致命的，如果其中一方的首购名额已经用掉那这间房子就变成恶屋，那你的贷款成数就变成夫自己的首购然后妻自己的首购本来可以2间8成的，你现在就变成说你买了第2间只能用第2屋6成那你要拿出来的钱会多很多，所以对于拥有首购名额的夫妻档来说，就是白白浪费掉珍贵的首购席位这就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这个可惜到什么程度？这个可惜会可惜到说你的人生可能会慢人家10年以上，就人家2个都首购赶快上车，然后资产慢慢去膨胀，你就为了那2成你要多存几年最后你要知道后续的处分也会变麻烦。我们刚才讲的还只是你在申请房贷的时候会遇到的状况，后面会更麻烦。因为登记共同持分以后，这间房子就不是你一个人而已不管你未来是要卖你要转贷，你要增贷，还是你要挂市那把房子押钱出来干进股市里，跟台积电输赢到底的那种，你就是要双方同意双方到场签名才能够处理。那怕的是什么？你不要说什么离婚这种比较极端的有可能就对方在国外或是他就跟你吵架一都没给你知道，你请他签没给就是不配合啦，然后你就卡住就对了。还没完如果有一方想退出，那就要发动持分买卖或持分赠与，扯一个税务问题这个可能会牵扯到的是土增契税、赠与税，反正就是你要另外吐钱就对了，所以怎么算都不划算。事实上在法院里面也有很多夫妻离婚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房子要怎么分这个问题一打好几年的官司，离婚官司然后房子没卖掉，钱也领不出来，律师费就先烧掉一大笔，两边都不开心。你以为只要发动共同持分，对方就很开心也可以帮你遮蔽未来的风风雨雨，本来想都很好啦，最后你才发现他本人就是这个风风雨雨。所以我是建议你说，你就一个人去登记，一个人去登记，这样就好了。你真的要共同持分，也要把丑话先讲在前面，白纸黑字写好退场机制，你不要等到事情发生才那边后悔我也知道实务上很难做到，就会变成说
啊，我在跟你谈恋爱，你在跟我谈生意啊，怎样又怎样，这我们都听过。反正就是不要浪费那个珍贵的首购8成的席位，这是我们政府就是做给你的球，你知道，其他国家没有那么好的条件首购就给你8成。那你有2个人，你2个人都各有一份首购8成要把它利用起来，不要就意气用事，然后就请了怎样怎样的，然后变成共同登记啊，你们又少了一个首购8成。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了婚前共同买房的问题，尤其在申贷房贷的时候，共同持有会引发很多复杂的状况。银行在贷款的时候啊，就变成同时要考虑这2个人，又是夫妻，对不对？感觉是要跑一起跑然后就会比较严格，导致什么利率会提高贷款的成数可能会稍微降低，甚至就是给你软钉子。那再来登记共同持分，你未来的处分也是很复杂啦，不管你是要卖还是要增贷，还是其他的财务操作，就是双方要同意，然后有可能会产生额外的税负的负担，或是反正就惹一惹，就是稍有不慎就法律纠纷就这样。结论就是，虽然感情上是共同持有，可能会带来女生所谓的安全感，应该没有一个男生说没有宝贝要写我的名字，这样我才会有安全感但是实务面的考量，一个人单独登记真的是比较明智。再说了，你只是要你的名字出现在比方说权状上，还有其他方法好不好？你一定要搞这个共同持有嘛，这个就是看一些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啊，什么有没的，看太多他就想要跟那个女主角一样，实务上差别很大实务上你只是要你的名字出现在那个权状里嘛，那简单啊那不要用共同持有去浪费这个席位。我们可以是男生先把房子买下来然后你去押这个房子的一个持分，这样也行就是这个房子之后要卖也要过你同意，但它还不会影响到贷款，就好像他用房子跟你借钱的意思，这也行。那如果你真的一定要搞到共同持有的话，也要事先约好退场机制，也就是那个婚前共同协议。我们一般在美剧比较常看到美国人那边婚前协议签了吗你不要冲动结婚之后就是赡养费咯那等等的事情，这是欧美的文化，那我们台湾其实也是有的。你就是要跟他签好这个婚前共同协议，这都需要专业律师，你不要 AI 自己查一查婚前共同协议，给我一个范本，然后你就把它印下来，然后2个人都签这你都要去咨询完律师然后律师挂保证以后，你要钱再签会理想相当的多，不然你到时候签错了，惹出一个大问题，你回去质问责骂那个 AI 跟你说对不起我错了，你是对的那需要我再帮你整理成另一篇 PowerPoint 吗？妈有什么用？最后我想问你你会愿意跟女朋友共同持有房子吗？ A 不会，变成老婆再说B 会，我就恋爱脑我就真爱无敌。 C 不会我可以直接填他名字。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啊？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林店，美术之星，这2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意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房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讲故事讲故事，这是一个我听来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有一位会员叫阿德，然后他最近要买房子，就跟女朋友讨论放假的时候去看看房子这样。他的女朋友婷婷突然跟他说，阿德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那房子干脆一起挂我们2个的名字吧，这样我比较有安全感今天这个就是这则提问来写的安全感阿德听到的时候表面上也是笑笑就是说安全感来了，果然来了终于被我遇到了。他知道说这个婷婷虽然嘴巴说要一起买，但是他真的没有要一起出钱还房贷，所以阿德就不动声说好啊，他研究一下怎么做。
然后就问了各路的朋友嘛，然后还跑来问我嘛，结果他才知道在不动产的权状上加个名字，反正你要买的时候你要共同登记，这个影响有点剧烈。所以有一天晚餐的时候，那阿德就跟婷婷认真的说，就说他想了很久，这个房子我先用我自己的名字买好了，然后因为我这样子贷款就可以怎样讲，婷婷一听后面都不想听了，他想说他名字就不会被拿出来填在房子上嘛，就不高兴，后面就不想听，就只问他说为什么，不是说好要一起登记我们2个名字吗？还有解释解释说，这个有税务问题，我们贷款房贷到时候怎样？如果我们一起写的话，房贷我们以后上市一个首购，我们财富累积的速度怎样怎样，日后财务操作，反正就是讲我们男生那个理工男那一套，就在那边讲分析数据头是道，婷就不想听了，就说你就是没有要负责的意思啊。阿德也是立刻说，我真的是为我们的幸福来做打算，这间房子买在我们的名下，那我们就继续工作赚钱，之后再用你的首购去买另一间，我们怎样都规划好了，到时候你名下会有单独清清白白自己的房子，甚至可以比我们刚出社会买的这些还要大间，反正就是这样就一边解释一边哄到他女朋友答应，然后看起来一切是顺利度过。但是你知道阿德没讲出来的是什么吗？就是他心里早就盘算好了，他知道说等到要买第2间房子的时候，他们已经结婚到时候买的房子就是婚后财产，卖掉的话就算是可以挂在婷婷的名下，还是可以分到钱可是他买的第1间房子是仅仅登在他的名下，是婚前财产，所以到时候婷婷1毛钱也分不到。那你说阿德这样做很坏吗？也不能这样讲嘛，因为婷婷本来就没有要出房子，每个月房贷的钱要一起还嘛，怕会压缩他的生活品质嘛，反正就是房子的事情就是男人的事，男人就去搞定就对了。但你说他不坏嘛因为他没有老实跟婷婷说他们离婚以后财产会怎么分，所以最后我想问你，你是阿德，你会老老实实去跟你的另一半讲清楚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最理性吗？然后再来一个灵魂拷问，就是说你的另一半真的有办法不情勒你不情绪化的好好听你说明吗？